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Wendy。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可能是听友们每天都在用，可能没有留意过的一家公司。当你对着汽车说 Hey Know Me 的时候，那个转动脑袋的小机器人是他做的。当你看着汽车那块清晰透亮的中控大屏时，那块屏幕也是他做的。他就是国内智能座舱显示领域的隐形冠军海威科技。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嘉宾，海威科技创始人 CEO 李凌峰。凌峰总，欢迎做客电波未来。Wendy好，各位听友好，我是海威科技的创始人李凌峰。对，凌峰总是从2012年开始创立海威科技的。然后我看了很多的报道，说我们从最初的130平米的出租屋开始，到现在500万台的产品下线，海威其实用了13年的时间成为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家公司。那我想先问几个您的这个关于您个人的问题啊，因为我听圈子里的人啊都叫您说叫是厨子 CEO， 然后我用您的这个那个微信号看您朋友圈里面经常发一些烘焙啊做菜的这个照片，然后作为一个做智能座舱的理工男，怎么就成了厨子呢？这个称呼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生活哲学？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多样化，做一个有趣的人吧。其实我还想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我自己，就是能做一个斜杠青年那做菜其实我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美的一种复刻或者说传播第一个我喜欢吃，第二个我希望把我喜欢吃到的好的菜，我能够把它复刻或者把它改进一下，再给到我的亲人或者我的朋友们，大家一起去享受这件事情。对，感觉您这个做菜这个对一些好的事物的这个极致的这个追求，也体现在了这个海威我们现在做产品的很多的这个事情上。那您是2012年这个创业的，然后怎么会想到说就是创立海威这么一家公司呢？我在12年之前，我曾经在武汉一家做车载嵌入式软件的公司工作过7年，从工程师做到公司的整个研发和项目的管理负责人。那当时我们在行业里面定位是 Tier 2， 我们给全球的顶尖的 Tier 1提供软件。那干了那么长时间以后，我们发现这个 Tier 1的在行业里面的身位，其实它更接近于主机厂，更能够理解到行业的风向的变换和市场的直接的需求所以我在那家公司的后面的2年，其实我在帮助那家公司在做从 Tier 2到 Tier 1的转型，那帮他们建立了整个制造、供应链、质量的整套流程。但是因为后来很遗憾，就是那家公司他们决定还是在软件上面去努力就退出了这个赛道。所以后来我想想，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在那个就是2011年、12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那个时代，就是中国的汽车电子的 Tier 1的公司其实非常少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的自主品牌的整车已经在往上走虽然那时候新势力还没出来但是中国的自主品牌的这些车其实已经在往上走，但是仍然在汽车电子领域在受限于这个国际巨头的一些限制和供应，以及技术的落后技术往中国传播先进技术只给了他的顶级客户的这种模式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打开的商业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业化的赛道那么我11年从那家公司离职以后，我其实思考了大概小半年的时间，然后也找到了一些我们的天使投资人。那我就在12年3月份海威成立起来。对，我感觉就是您说的那个时间点，海威应该是深正逢时正好是这个自主品牌这个轰轰烈烈，然后我们新能源汽车也正在萌芽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我看了一些报道，然后也说到说，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个6、7年的时间，可能走的并不是这个特别的这个顺利，然后公司最难的这个时候可能账上只有4位数了。然后我昨天跟一些同事聊说，当时的一些老同事说，这个管理团队还自愿拿出了这个钱给员工来发工资。那从那个时刻走到现在的这个500万台的产品下线，您觉得是什么样的这个信念支撑您把这件事儿做成现在的这样的这个样子的？就是智能电动车其实它就是核心来讲的话，就是3大件，那就是的智能座舱、我们的智能驾驶和智能底盘那在智能座舱这个领域其实中国的新势力和现在的创新品牌，大家都在探索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从大屏化到多声道音响、杜比世界、杜比音频以及我们舱内的各种传感器。那这些领域的变化，其实是
我们发现在国际一级供应商领域，他们都是不一定能够跟得上的。那这个第一个市场有需求，第二个市场的供给其实并不充分。所以虽然我们早期做得很困难，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个赛道还值得去努力，也值得去争取一些机会。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公司组织的成长，也是参与这件事情的每一个海威人的成长。这是我们在创业这14年的过程中，我们不光在努力，其实我们也在享受这段旅程。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新的这个3大件，那现在可以看到，几乎说所有的新能源车好像都是在这个卷屏幕这个卷座舱，因为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用户感知可能是最近的，他们是能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个东西。那海威最初切入这个赛道的时候，您觉得是看到了这个别人没看到的什么样的这个痛点呢？一方面是您刚才说的原先的可能 ABCD 那些这个巨头并没有在做，然后呢在您看来说海威的这个产品的灵魂，或者是我们跟其他人这个区别的最核心的这个差异化的标签会是什么？就是我们回看大概10年以前，你身边最优秀的那块屏幕大概是你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是你的 Pad， 那时候可能还不是手机。大概在7、8年以前，你身边普通人能够 touch 到的最优秀的屏幕会变成了你的手机。这个标志性事件应该是 iPhone X 发布把 OLED 正式引入到我们的手持设备里面。是。那作为一台销售价格可能在20万、3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它的屏幕如果仍然保持在以前的数值，那消费者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海威在创立之初，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 AI 这个风向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句目标或者一个 slogan， 我们就叫座舱 IT 化。我们把 IT 领域的消费电子领域的最优秀的技术能够帮助车厂去实现工业化落地，可靠性落地，然后搭载到车上，就把这块最好的屏幕想办法从笔记本、从 Pad、从手机搬到驾舱里面。因为人总归是视觉动物，人通过视觉去获取外面信息的这个信息量，大概占了我们人获取信息的整个的85%到87%。这个是有医学研究的一个过程。那屏幕其实就是我们人获取信息的，在数字时代最直接的一个必要设备，还是目前来看是离不开的。对，这个我们之前有一次也跟这个斌哥开玩笑，我说就是我们的播客是个车规级的播客，是因为说就是如果在车里面去听的这个时候，它对声音的这个要求也会很高。那其实我就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要把这个消费级的这个显示的这个技术要搬上车，我理解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个要经过这个高温啊、湿度啊，然后还有车辆的很多的这个耐久性的一些质量的这个认证啊、测试。那想问问你这个车规级和消费级的这个显示技术，它当中的这个本质的这个鸿沟和区别是什么？然后海威是怎么样就是把这个消费级的一些的这个技术能真正的这个带到我们这个车规级上面来使用的？对，就是从IT 的产品或者消费电子的产品完成车载的搭载，这其中不光是一个技术问题，对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工程化或者叫工业化的过程这里面涉及到从产品的或者子零件的设计标准到基本材料的选择到工艺的选择那么我们从未来最开始合作屏幕领域的话，我们有的是未来第一代车的 ES6 的窄边框的屏幕。对，那这个屏幕的话，当时就用到了全行业最先进的 M-Lock 的 On Cell Touch 技术以及超窄边框。我们边框最窄做了 7.7 个毫米。那当时全行业的水平大概是在13到15个毫米。那为了达成这个技术，我们从屏幕的液晶面板到背光的设计，以及到我们的整个屏幕总成跟我们的整个外壳，我们的屏幕外壳之间的粘接的工艺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探索。那这点是我们跟蔚来跟京东方一起联合做的这些合作开发。当然，这里面其实也很感谢蔚来的2点。第一是蔚来汽车它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和产品定义的目标，那大家最后一起努力达到了。第二个，在做的过程中，甚至在交付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犯了一些错误。任何一个新事物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必然会犯错误，总有点曲折。对，所以这个错误的过程中，大家是不是在相互指摘，而是在大家一起去解决问题。所以让我们产品变得越来越成熟，也让海威有越来越有信心去把这些创新技术和创新的产品，甚至创新的材料，能够用于到我们国内对创新有追求的这样的汽车厂商，尤其是像蔚来。所以我们跟蔚来除了窄边框以外，我们后面有
量产了这个全球第一块车规级的 Mini LED，那就是用于我们2代车的仪表和2代车的后排控制屏。然后我们也跟蔚来一起量产了全球首块柔性中尺寸的这个车载中控显示屏，就是我们2代车的12.8的竖屏，现在的3代车的15.6的横屏，那而且3代车的横屏应该是全球第一个量产的 Tandem 的屏幕。那 Tandem 的屏幕现在其实在消费电子领域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创新的技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连笔记本都还没有上。对，就像您讲到的话，就是现在未来就是我们在这个车上能看到的这个屏幕，其实都跟海威有着这个千丝万缕的这个关系。那其中就包括说我们那个 Nomi 那个软萌的这个小脑袋，然后但其实很少人知道说这个 Nomi 有一部分的这个也就硬件上是这个海威来做的然后当时我记得说就是其实前期我们这个产品其实跟硅谷那边也做过一些研发，但是整体的体验就不太理想，所以说后来找到海威一起来做这么一件事情。能不能讲讲就是当时这个 Nomi 的这样的这个故事，一个这样的这个小机器人，然后背后这个有没有一些海威跟蔚来共同做的一些的这个技术的尝试对，其实海威跟蔚来合作的第一个项目还不是这个小脑袋，是当年蔚来的那台 Concept Car EVA 上面的那个 Nomi， 那个 Nomi 不叫 Mate Nomi， 那个 Nomi 被定义叫 Hello Nomi。对对对。那这个项目我们在这个基于光带光环的这个甚至 RGB LED 的首次量产的这个落地的这个 Hello Nomi 的项目完成了以后，我们才接到了 Mate Nomi 2.0 的这么一个需求。2.0 需求里面，其实我们当时要被迫解决2个问题。一个就是1代的老带的和这个底座的转动是由皮带驱动的。对。那皮带驱动的话，在车上时间久了以后，尤其在出风口和挡风玻璃下面的位置就容易积灰，然后就容易卡滞。所以我们2代就要求被改成直驱由我们的这个 Moto 去直驱这个脑袋。对。然后1代呢，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洗车的时候可能脑袋碰一下以后，脑袋就卡滞了。那么我们2代要求就是有一个叫Car Wash Mode，就是在停车的时候掉电的时候，人怎么掰这个脑袋，在上电的时候它就能归位，而且能够正常的工作。这个其实是2代的最大的2个设计挑战。所以当时我们引入了跟这个拇指这么大小的3级行星齿轮，这里面有3级的行星齿，然后齿比是144:1。那在这个上面去做到了整个基于 Step Moto 加3级行星齿轮的这么一个直驱的脑袋，而且加入了我们的位置和角度传感器，能够让它在掉电的时候不论怎么偏转，我们也知道能够回到0位。那这个是 Mate Nomi 2.0 当时做了一些创新。但是刚才我提到了这个3级行星齿轮，然后这个里面的14个齿轮和齿圈之间的摩擦就带来了2代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2代有明显可闻的转动噪音。那其实有些用户喜欢，他认为这个就是机器人应该有的声音。对。有些用户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打扰了我在座舱里面的安静感。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有了 Mate Nomi 3.0 的这个创新的这个需求。后来就蔚来的团队给我们提出来，要不可闻的噪音。不可闻噪音我们定义就是在这个30厘米的时候，我们要做到20 dB 以下。那这个就直接带来最大的挑战是不可能用任何齿轮减速机构在里面去做。对。所以我们在3代的时候，我们海威自研了我们的 BLDC 的外驱动的内定子外转子的这么一个 BLDC 的直流五刷的电机，来实现更大的扭矩然后也实现更精准的控制。而且因为它没有齿轮，所以它的耐久性变得更好。其实这也是一种第一性原理思考。这我感觉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一般就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说，就是一家这个主要是做显示的这个公司，最后就是还自己就是研发做了这个小的这个电机，为了满足这个用户的这个客户提出的这个需求。这个背后是不是也是这个第一性的这个原理驱使您去做这样的这个决定？对，因为我们去分析 2.0 的这些问题和3.0 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认为很大的问题就是由我们的那个很小的行星齿轮的齿轮箱来导致的。这个当然是 2.0 当时的一个创新，我们把它从皮带变成了齿轮箱。然后到了3.0 时代之后，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被拿掉。对。那拿掉以后就面临非常多的挑战，所以我们当时联系了这个日本的和中国的顶尖的小型电机的供应商，他们的产品都是用于工业、航天和医疗，甚至 ICU 里的 ECMO 上都有他们的电机产品。但这样的电机产品拿来用于做我们的 Nomi 的时候，
我们始终会发现有缺陷，就比如说它不能满足车规的耐久性的要求，它的噪音也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然后它的体积和扭矩也达不到我们的要求。那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决定第一个是海威参与设计，那所以我们那个 3.0 的第一个版本是我们跟国内找了一家顶尖的电机厂商，我们做的抠地站，那么抠地站以后，我们仍然发现这家厂商在一些供应和一些质量问题上会存在一些我们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后来决定不光我们要自研，我们还要自制，所以我们在2025年是正式建立了我们的电机的工厂，然后后来从电机再切入到从这个驱动切入到传动，所以我们后面做了吸顶屏。那吸顶屏里面就光靠电机是带不动了，所以一定有齿轮箱有减速器，所以我们的整个电机的工厂现在又扩展到我们的齿轮箱的工厂、锁舌的工厂。那从工艺装备的自研自制，反过头来其实对我们产品的设计给了我们更大的自由度，也让我们建立了更高的竞争门槛，我们可以在工艺装备上的创新去挑战产品定义上的一些边界，那这个其实我们在未来很早跟未来合作之前，我们就发现了这样的点，所以海威不光是在自研电机，我们现在还在自研装备，我们工厂里面的装备的这个自研率现在已经达到85%，那同时在装备之外，我们还在自研材料，比如说我自研的胶水，现在它就第一个它能够实现降本，第二个它能够实现满足我的应用场景的更强的粘接强度，那我就可以用更少的胶水，我可以让我的边框变得更极致，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背后体现了未来产品的一个设计哲学，就是精致，那这些精致背后是要通过工艺装备和材料以及产品设计创新去三者结合来干的一件事情。您说的很好，其实我们刚才其实在这个车载显示上，我们这个聊了很多。然后的话，其实这个海威不单单是在车载显示上，声学系统预控制器然后包括您说的很多的这个装备的这个自研然后底层的一些的核心的这个技术上的自研，其实都有很多很亮眼的表现。那现在其实，在硬件趋同的这样的这个时代，那海威是如何通过一些软硬结合或者是底层架构的这个创新来为最终的这个用户提供我们讲的这个 aha moment 呢？然后能不能分享一个就是最近让您这个比较骄傲的产品细节？骄傲的产品细节其实看到海威做的产品里面很多是屏幕可能占了我们绝大部分营收。那屏幕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它是一个光学零件，对那我们做的 Nomi 和吸顶屏这里面就除了光学零件里面，它还有一个它就是一个机电一体化的零件。那软件改善光学和软件改善机电一体化里面的机器电对机的控制能力这个是个很关键的点本身我是软件工程师出身，那海威现在作为一家零部件供应商，其实在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里面，我们仍然保持了30%以上的软件工程师的这么一个占比那比如说我们在做 Mini LED 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买不到芯片，那时候全行业都没有车规级的芯片，那我们的软件和我们的 ASIC 的团队就用 FPGA 把这整个项目给走通了，那走通以后，我们做 OLED 的时候也买不到车规级的 OLED 的驱动芯片，那我们就跟面板厂和芯片厂商一起去定义这个芯片，定义完芯片以后，我们跟芯片厂商和我们自己内部的团队，我们去开发了针对这个芯片的去控制屏幕的算法和调试的参数以及对应的工具链那这样让我们的产品在交付和制造和交付的过程中，能够更严苛的满足车厂的定义要求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国内车厂交付的这个 Mini LED 的显示屏，我们在出厂的时候会做25点的亮度和色度的均匀性测试，那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装备、我们的软件和我们的控制算法去实现的。但是你要知道，在消费类电子的产品上去做25点光学测试的有这样测试报告的屏幕，其实比同尺寸同分辨率的屏幕，它的价格可能就要高30%到50%。这个就是设计专业的等级的屏幕，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办公显示器的级别了。明白，对。
这个我感觉很有意思，就好像只要就是在您达到这个最终的这个产品的目标的过程当中，用户的体验的目标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这个困难，然后这个海威总有自己的这个方式要去把它解决掉，然后都是为了这个最终的这个我们的用户的这个交付体验的这个实现。那我们说这个很多人会讲啊，说这智能座舱是我们的这个未来这个 L4、L5 实现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移动的这个家。您觉得说，如果是把时间轴我们拉到更长然后等这个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普及了以后，您觉得这个海威的这个业务形态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演变呢？我们整体的这个业务的未来的这个空间会是在哪里？其实去年大家在谈 L4、L3 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海威的业务可能会扩大的，因为方向盘拿掉了以后，就在仪表和 IP 台上能够布置更多的屏幕，可以大家在车上享受这件事情。对。然后呢，在今年春节期间到现在，我就一直很焦虑。这应该是我创业14年以来，这个应该算是松弛感最差的这1个多月。那原因就是 Agent 的快速的崛起，就是农下的快速崛起啊。那这个崛起以后，其实我认为。聪明的人或者是优秀的人，他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去跟屏幕相处，他可能应该反而回归到生活本身所以在 L4 时代，将来 L4 时代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其实我们要思考 Agent 给整车、给移动的过程带来的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在车上去休息或者去阅读我的智能底盘足够优秀的时候，我在车上看书应该也是 OK 的。对咱们未来的天行底盘就很好很平那个感受。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其实受冲击很大的就是手机是不是还有必要？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跟 Open Cloud 或者是各种 Cloud 去相处的时候，或者 Cloud Code 去用它的 Agent 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更习惯于在大屏幕上工作。我们更习惯用我们的笔记本或者 Pad 去工作。是那原来用手机去追踪、去看、去盯着群里面的信息，这个事情需要花我们10小时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很好的 Agent 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在笔记本电脑上花2个小时完成了这件事情。是。那剩下的8个小时，我是不是可以去看书、去反思、去思考人跟 AI 的比较优势去找到我们怎么跟 AI、跟硅基生命去相处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手机给扔掉？最近我发现，经常我下班以后，我的手机还有60-70%的电。以前我下班的时候，我手机基本就是报警了甚至要在办公室充电然后我最近应该也可能有一个多礼拜就没有刷朋友圈了，因为我可能更多的工作我要看看 AI 的发展。那我有我另外的信源，甚至我有我的 Agent 去帮我去抓这些信源我不需要去主动或者没有目的的去浏览。对，不需要花长时间的时间去阅读了，你只要把你的喜好告诉你的 Agent 会这个海量的对是对。这里也是那个龙虾的这个制造者 Peter Steinberg， 他其实也开发了这样的技能，叫 Bug Watch。是，因为我们刚刚反正聊了很多跟业务相关的这个事儿。这个现在我们想聊聊就是您刚才讲的春节时候的这个焦虑，然后跟您很多的这个思考然后想完了之后，有没有在这个海威内部推动了一些什么变革变化呀等等的？对。Open Cloud 的成功，大家介绍这个项目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看他在 GitHub 上的这个攀升数的。那我作为一个软件背景的人，其实我看到这个时候我非常震惊，我认为这东西一定是给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最核心的价值就是我认为它到了这个拐点了，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已经能够让 Open Cloud 就这种 Agent 的模型能够很好的适应到普通人从工程师的工具变成普通人的日常应用的工具，它到了这个点了。那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是想办法，我想自己 try。我没有想到先就要把它搬到海威来，就这个东西怎么样，我得先试过。所以我大年初5就开始在家里去折腾这个东西，就是正好我去年买了个 Mac Mini。那这个 Mac Mini 之前在我那它的性能是过剩的。那我折腾一夜，我折腾到第二天早上6点，我终于把它弄好了，然后我就 try 了一天，然后我把 Agent 和 Chatbot 之间的这些特性，差异的特性我都试了一下，我看看它跟这个 Gemini 跟这个 Grok 这些 ChatGPT 到底的差异能做到哪里。然后试完以后，我就开始去部署我的 Team Agents。因为我想不光我用，因为我想让我的家人也可以去应用这样的 Agent 的东西。尤其是他的记忆能力和主动干活的能力，我想把这个东西交给我的家人一起去用去体验。那
到初八公司上班以后，我就开始密集的跟我们的数字化和研发的团队在开会。我希望把这个东西呢跟在公司落地。在公司落地的时候呢，我们想到2点。第一点是我们要解决公司内部部署龙虾，因为龙虾它本身是一个个人产品，它并不适合于组织的应用。怎么样完成组织的部署？第二个是怎么样推动我们的成员愿意去尝试，愿意去用它，并且愿意去改善它，就是我们讲的养虾。有人虾可能养得很肥很有战斗力，有人养的虾要死不活。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现在我带的团队干的最多的事情有2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技术团队，我们在做海威的 AI Infra。我们从我们的安全网关，从我们的 token 到我们的数据的接入，我们都去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我也跟我们的文化团队去打造怎么样让我们的员工去理解虾，去用一下，怎么样给员工推送 aha moments， 让他知道，这个东西真好，真能帮我提高效率。然后前面讲到这个事情，我在春节时间其实挺焦虑的。其实我是既焦虑又兴奋。兴奋的点在于海威在3年以前我们就做了这个 DO 这个部门，数字化运营这个部门。在2年前我们把它升级为公司的1级部门。那这个部门是我亲自在带，然后我跟团队之间沟通也非常多。从3年前我们就开始打造海威的数字化基建能力。我们在3年前正式建立了我们的海威的数据中台，我们叫数据湖。它是我们内部运行的所有的子系统的数据库和它的中间数据交换文件的过程的集中存储。那国内很多公司会在讲他们在数字化领域，在数字工厂、数字运营领域的这个投入。就他的公司、他的工厂布了多少公里的光纤，他的公司有多少，工厂里面有多少5G 的节点。那海威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我来评价是我们的数据湖每天能产生多少数据量，每天有多少个 IOPS 的这个交互。那目前的数据可以公开一下，就是海威的数据中台每天的数据写入量，包括我们能够持久化存储下来的，大概在100到300个 GB 之间。这是巨大的量，非常大的量。所以每年我们大概要干费这个100到300T 的存储。当然我们后面还要去做压缩就是写入完了以后，我们要做事后的筛选和压缩。那这份数据其实是 AI 时代最有价值的资产。数据我们讲到的 AI 时代叫这个把数据怎么喂给我们的大模型或者喂给我们的 AI 基础设施里面。那如果我们的数据分散在各个 SaaS 系统里面，我光要打通数据链路，我们就会非常非常头疼。这也是国内现在很多企业面临的问题。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数据，所以我的焦虑来自于我能不能把这份数据用好。我能不能跟上整个行业的发展，能够让我们的这份数据资产能够变成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在开始做我们企业的 Enterprise AI 的这个架构。那其实我们去年就在Minus 出来以后，包括很著名的开源工程 Defay 出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做我们企业的 RAG。做我们的知识图谱，然后我们在内部我们也做了 GPU 的投入我们有部署在我们公司的数据中心的 GPU 集群。所以我们有自己内部全量部署的国内的开源模型。那这些东西是海威我们现在在 A 金的时代，我们认为我们最大的价值。大家从投资人的角度，其实也看到最近很多做 AI Infra 的公司开始被一级市场的投资人所注意到。那海威现在是没有买，我们一直是在自己在建这个东西，我们用了大量的开源工程。因为我和我们 DO 的负责人，我们其实都是软件工程师背景。我们觉得能用好开源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能力。能自己建、自己修、自己维护也可以自己创新，甚至是自己去改这个项目。那在小龙虾落地海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是一个个人工具，从个人工具变成企业工具会面临非常多的挑战。我也知道在硅谷现在很多初创团队在开始做 Team Agent 的产品。基于这个开源项目，然后把它打造成团队产品。那我前天晚上跟我们做 AI 转型的这个开发团队我说虽然我们今天身在武汉，但是我们跟三藩是邻居。就他们在做的事情我们也在做。因为互联网打破了这个壁垒开源工程打破了这样的壁垒。那我们能不能跑得快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工具用得更好
这个其实也决定了海威将来有没有机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过程。我昨天晚上这个跟您的这个几个团队的这个成员，我们简单也聊了一下，我听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小例子，然后我想请您也跟听友们分享分享啊。就首先就是我听说就是在文化上你也做了很多事儿，比如说对高管团队有要求啊，要求他们一定要会 web coding 啊，如果这个不会的话。这个您还说了一些，就是可能会要采取的这个措施，必须离开 IE 啊，必须离开 IE 这个圈子，对，这 IE 圈子必须能够 web coding，这 web coding 这个是基础要求。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海威本来只想开放20只虾让大家这个来做这个尝试，没想到内部这个报名太踊跃了，然后报了100多个同事，然后这个现在全海威都在非常踊跃的做这样的这个尝试。对，然后您还搞了一个排名鼓励大家。对啊，我们会统计每个员工每天消耗的 token 数啊，当然这个 token 数我们不能光看 token 数，你敲的多，你肯定 token 数也多。对，然后我们还看了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你用多少这个输入 token 引发多少输出 token， 有效率嘛？看效率高不高？对，所以我们用2个数来比较。当然，这个后面我们做排行榜，我们就是常做工常庆功嘛。我们公司最近买了10台 Mac Mini， 就是排行榜排前面的员工直接领1台回去。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激励，就是应该是对这个文化和大家对这事儿的这个激励的就是接受的这个程度是很有好处的。对，是，对，就是组织 agent 时代一定会给组织带来深刻变化。这个变化背后它反映的是人，就是碳基生物跟硅基生物之间怎么去相处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最近我比较焦虑的点，我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听到行业人很多人问我说，你海威好像在这个 Open Cloud 应用上你跑得挺先进的，也有行业的公司到我们这来交流。很多人就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准备裁多少人？我说不对，这个思考好像有点问题。我们看到了现在很多报道，就是或者说叫标题党的报道，上来就是因为这个公司要 AI agent 用了以后就干掉了30%-40%的人反而其实我们是希望人和碳基和硅基能够更和谐的去相处，这是我们在第4次工业革命里面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不能说硅基生物来了以后我们人类就灭绝了。当然它可能大部分取代我们人的这个繁琐的重复性的工作。那人应该干嘛？我认为人反而应该去找到自己跟硅基之间的比较优势。人可能要更多的去做架构者。去做协调者。那这你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架构者和一个协调者的角色？其实要求你第一个，你对硅基要有全面的了解。对，所以我和我的团队都在疯狂的学。第二个呢是会需要你能够更有逻辑性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对，能够做一个架构者的人，他的逻辑完备和知识的广度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是的，才能做好架构者这个角色。是的，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应该认为是 AI 给我们带来的机会。我们终于有机会从繁重的996的流马工作中脱离出来能够干一点人事儿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学点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更好的去驾驭和指挥硅基生命。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在 AI 时代应该获得的收获和价值。对，就像您上次讲的说，希望通过这个 AI 实现思想的升维，然后把这个员工能从执行者变成这个设计者。其实我感觉这也是对每个员工，其实也对他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对。然后原先可能这个做一些这个重复性的这个工作，执行比创造更重要。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沟通然后去架构一个产品的这个能力，甚至到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人人都是个产品经理，要把你的需求跟我们的这个虾跟硅基的这个生物要能聊得很清楚，能帮自己实现更多的这个价值。对，我们做的第一个组织结构的改变，就是在上个礼拜，我们把我们内部的 SaaS 团队。我让他们要转型，因为大家看到现在行业里面 SaaS 公司已死，对吧？那我不能让我这群人跟这个行业一样一起死掉，或者在海威走下坡路。所以我让他们做出一个转型的动作，要求他们去这个里面原来不会编码的人，你现在必须至少会 Web Coding。你能编码的人，你也要更好的利用模型去做 Web Coding， 你不要再去一行行去敲代码了。是的。然后原来做产品定义的人，我要把它抽出来，去做什么？去做我们的 IT，这个 AI 引发。这个里面 SaaS 的产品定义该转向谁呢？
就刚才讲的，我们海威的 L1 干部们，他的 Web Coding 就是产品定义应该转向业务部门，由业务部门来直接做产品定义。当然，这个里面可以用类似于 Show Power 这样的 skill 去做我们的头脑风暴，去帮助用我们的 agent 去帮助我们的业务部门去梳理我们的业务框架、业务流程，去完成这个产品定义。当然，产品定义的权利或者说这份工作就应该转回我们的业务部门。是，其实这个背后解释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业务部门在拿到我们的 SaaS 软件供应商提交的软件的时候，总是不愿意用，或者用2-3个月就开始骂娘。但觉得跟自己的实际的需求可能距离还比较远。对，或者本来我效率挺高的，我要用你这个东西，我效率就变低了。然后因为要上你的系统，我晚上10点钟也下不了班，是吧？是，那你还不如自己 Web Coding 手搓一个自己用呗。不好的话你马上就能改。所以那我们内部就这样的话，我其实从资源的角度，我收获了一群 AI Infra 的资源。我原来去帮员工去做 SaaS， 帮我们团队做 SaaS 的，不用去做了。这个我认为就是 AI 提高组织效率的一个表现。还有更多的就是我们在内部海威一直强调的是，我们要把员工的成长作为我们最重要的组织能力。比如我们有员工的继续教育政策。然后这些政策去鼓励员工去学习、去成长的过程中，那通过 AI， 其实学习的时间变得更快，试错的成本变得更低，试错的效率变得更高。我觉得您刚才讲了很多啊，一个是从这个我们本身 DO 的一个小团队的这个转型，其实是讲到了说我们未来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形态可能都会发生一些的这个变化。那我知道说这个海威可能正在这个思考渐进的做这样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但如果是让您畅想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流程过程都推得非常的这个顺利，到终极的这个形态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组织架构和组织形态会变成什么样子？还会是现在的这样的这个分部门的这个形态吗？还是说这个 AI 我们的这个规矩生命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在我们的这个工作流当中？上个礼拜我跟我们的 HR 部门有探讨过海威的职级架构。当时他们给我的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方案的修改。我听完以后我说，其实大家挺努力的，就把这个方案先实施，但是我不满意。因为我认为这不是 Agent 时代我们可以用的组织架构。包括海威之前建我们的数据中台，建我们的 BI 这一套的能力，我们是希望通过数据打破部门墙。对。那现在 Agent 来了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通过 Agent 进一步的打破部门墙？那从打破部门墙的背后的第一性原理思考，就没有部门你就天然没有墙。对。所以超级员工或者虚拟员工他的介入，他一定会让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根本的变化。我刚才讲了，我们要把业务的这个定义回归到我们的执行团队的手上。我也提到过，我们希望员工有更广泛的技能，他才能做得好协调者和架构者的角色。那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超级员工，碳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超级员工。对。那这么一个优秀的碳基人，他可以指挥30个、50个 agent， 他就可能承担了原来不是一个部门的活，他可能承担原来一个 BU 的活。对。也可以帮助海威在零部件之外去拓宽更好的商业机会。所以我在思考 Agent 给海威带来的变化的时候，我并没有第一时间想到去裁员。我想的是提高效率。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哈，就叫全能员工。我特别好奇，就是在您心里的这个全能的这个员工的画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去年其实硅谷有一个很风靡的言论在投资圈里面传，就是叫创始人模式，对吧 ？Founder Mode 是，对吧？那 Founder Mode 我认为首先你能不能在这个关键岗位上把自己当做这个业务单元的 Founder， 这就是一种全能员工的基础思考。对。如果海威能够出现10个、100个李凌峰，那海威这个组织做不大就不可能。所以什么叫全能员工？就是你把自己所负责的这个业务领域，你从专业到商业，到组织运营，你全面的去思考。那我们内部是谈效率，我们是人效、品效、钱效，和人效。我们去年加了人效、人员效率那我们内部有很多参数去监控各个部门、各个岗位的这是一个效率参数。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全能员工最终就是
你用多少资源，你输出多少价值。所以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团队能够去适应这样的改变？能够去追问背后的价值，把自己打造成这样的全能员工。全能员工，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必须非常强，对吧？你的视野必须非常广，是你的知识面至少能够 cover 住你所负责的这个业务单元的全生命周期的输入输出。这个最后就是我想有一个问题问问您自己作为一个高速发展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掌舵人，您个人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如果是让您给我们的这个听友，因为我们听友里面也有很多是这个企业家和创业者，如果在这个时代想请您给他们送一句话的话，您会说什么？不要卷自己，也不要卷他人。卷是最低效的工作。从思维上去升维去架构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和做出调整。我认为这是一个企业创始人或者企业的实控人他应该有的。所以去年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我工作看起来我比较有松弛感前面包括我给自己叫了个名字叫厨子，我也希望大家叫我厨子，其实也是让跟我沟通的人天然就有一种松弛感。那这种情况下我才有机会去思考。所以除了在做菜以外，我还喜欢摄影，我还喜欢跑步，因为我希望靠的是团队的力量，是不能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所以我是充分授权，但是我做好架构人的这个角色，把工作把资源把它架构好，然后大家在这个上面大家一起共创这个创业的过程，共同享受这个创业的过程，共创一件美好的事情或者一件优秀的产品。对我认为这是企业之长青的一个逻辑，也是组织能够优秀发展的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对，这个非常感谢林峰总今天的这个分享让我和让我们的这个听友看到了一个活人感非常重的这个企业家和企业。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就是我们刚才聊的，在卷成常态的行业里面，海外还在用一种更从容的组织方式，用 AI 去赋能人，然后去帮助员工的这个成长。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未来 AI 原生组织的一个雏形。那我们其实非常期待海威能在智能座舱的领域继续创新，也期待海威能够不断的这个去拓宽自己的这个边界，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企业界也有更多的海威涌现，让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真正的这个强大起来。所以说再次感谢林峰总来做客我们的这个电波未来。谢谢温迪，感谢听友的关照。最后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电波未来，我们会持续邀请不同领域的投资人、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未来的洞见。也欢迎各位听友在 New Radio、 小宇宙、 B 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我们的栏目，在电波中听见未来。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